住手！我不会放过你的岩鬼王！灭神副府主一边大喊，一边释放出自己的圣魔之力。可是，在撞击在黝黑色的光球上时，显然没有任何的作用。这可是岩鬼王的审判光球，任何力量都会被审判，包括圣魔之力也是如此。没有用的，别做无的反抗了，你就与你的灭神面具一同成为封印大阵的阵眼吧。岩鬼王也不再废话，随着他的审判之力运转而起，直接将那黝黑色光球扔出，如流星划空，射入了封印大阵的中心点。封印大阵轰鸣声也在黝黑色光球进入其中后，如同觉醒了一道极为古老的封印之力，无数符文在空中舞动，编织成一张巨大的网，将灭神副府主给彻底的囚禁大阵之中。灭神面具如同心脏一般，在封印大阵的阵眼处散发出璀璨的跳动光芒。灭神副府主的眼中闪过一丝惊恐，他能感受到自己的力量正在被这道封印大阵所吞噬，被净化那股强大的大阵力量让他的挣扎变得徒劳。灭神副府主的咆哮声也变得微弱下来，一旦成为了大阵的阵法之眼，那么灭神副府主和灭神面具很快就会被吞噬殆尽，最后在灭神府那极其不甘心的恶狠狠眼神之下，彻底的与封印大阵融合。随着大阵之眼的诞生，整个封印大阵的阵法之威彻底的爆发了一道道能够镇压着四野的封印之力，使得空间都为之颤抖，仿佛就连这一片空间都要被封印其中。这道封印大阵的威力直接刷新了现场众神奇在认知好强大的封印大阵。如今大阵之眼已经诞生，恐怕那大地之角都难逃出去了。那几位超神巅峰势力之主喃喃地说道，他们身为诸神万界东南西北洲的主宰，其责任也是重大务必。此次万界圣子争夺者引发出了这样的事情，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甚至刚刚他们还一度的陷入绝望当中。虽然说大地之角破风出来毁灭的是整个东周之地，可是这大地之角不是什么寻常之物，它可是掀起天古浩劫的恶魔。所以在这道封印大阵的阵眼诞生后，那股恐怖的封印之力的确是可以将那恶魔再次封印大阵之中。这样一来，不仅东周之地没有被毁灭，其余的各大洲也是如此。特别是神罗殿、天罗殿、阴阳殿的三位殿主，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了这一次与大地之角的交手，可是即便如此，那散发出来的暗黑之力都足以让他们陷入不可逆转的局面中。而在大家都在为岩鬼王施展出的封印大阵感到震撼之时，仿佛有一处被大家遗忘的虚空中，那里站着一位身穿金袍、头戴地冠、手中拿着一柄散发出可怕气息的大刀，给所有天位神都带着这一股强大的威压。他就是神奇联盟的天龙大神君。此时的他面色逐渐变得有些难看起来，他的双手紧握起拳头，心中响起一道声音：神冥界的岩鬼王竟然可怕到如此的程度，灭神府的副府主都不敌他，并且为了能够启动完整的封印大阵，直接将其作为大阵之眼来镇压封印大地之角。虽然现在还没有封印住大地之角，不过从这封印大阵的力量来看，封印造化之下的大道主神实力的大地之角没有多大的问题。一旦大地之角被封印，那么留给我的只有死亡。天龙大神君想起已经死过一次，通过轮回盘在神奇联盟中复活重生，可那只有一次复活的机会，如果这一次他再次被对方击杀掉的话，即便他有轮回盘，恐怕都无法再复活重生了。轮回盘虽然是绝世神器，排名第3，可也只能给予与他达成契约之人一次重生的机会。所以现在的天龙大神君如果再被击杀的话，那么除非有保留神魂，不然的话他就会在这个大咒中彻底的消失，没有任何复活的机会。既然如此，看来我只能先行撤离之处。既然大地之角都被再次封印，我先行离开应该问题不大。这样一个想法在天龙大神君的脑海中响起，他的身影立马从这些人群中缓缓的消失不见，而众神奇强者的注意力都在岩鬼王的封印大阵之上，所以才让天龙大神君可以完全的撤离出万界圣之之地。在天龙大神迹成功的撤离出万界圣子之地后，封印大阵爆发出审判之光，直接将巨大的大地之角吞噬其中。那一股威能，即便是大地之角全力抵抗，依旧无果。那光芒逐渐的被放大，直至将整个万界圣子之地全部笼罩其中，仿佛万界圣子之地成为了一道庞大封印之阵。大地之角在愤怒不甘的狰狞之下，不断的被审判之光吞噬镇压，直至完全的封印在了大阵最深处。随着成功封印住大地之角，万界圣子之地的上空，那审判之光才逐渐的消散而去。刚刚那道庞大的封印之力也在万界圣子之地的深处彻底的消失。然而谁也不知道，在封印大阵的阵眼处，那里的魔影开始消散而暗淡下来。同时，那作为封印大阵之眼的灭神面具的表面竟是多了一丝小小的裂纹，裂纹之上此时散发出诡异的黑光，随后便是消失不见，仿佛一切都非常的顺利。在这万界圣子之地的战场之上，岩鬼王以他无匹的审判力量完成了对大地之角的封印。天穹之下，他的身影显得格外威严，仿佛一尊审判之王在尘世中镇压着不洁之物，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那灭神副府主曾是何等威风的圣魔尊，如今也只能在封印之中沉沦，任由无尽的审判将他吞噬。封印之光璀璨夺目，将四周的环境映照的一片朦胧。随着最后一道光芒的消散，四周的阵法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将一切都牢牢锁定。炎鬼王见到自己所施展的封印大阵将恶魔彻底的封印其中后，他才稍稍的松了一口气。旋即他释放出神魂力量，依旧进入到封印大阵内部探查了一番。片刻之后，他也并没有感知到有什么异常的波动，看来真的成功将那恶魔给封印住了。炎鬼王如此谨慎，不是说他没有自信，而是这恶魔的手段极其的高超，所以必须在意义确认下才能够放心的离开，不然届时恶魔再次出来，那么可不会像现在这般好镇压。封印了，最终在炎鬼王一己之力下彻底的完成了对大地之角的封印，同时也将那灭神副府主一同封印在其中。只要没有人破坏这里的封印大阵之法，那就不怕里面的东西跑出来。随着万界圣子之地上的暗黑魔气如同潮水般悄然退去，那雷鸣电闪的战场如今只剩下一片死寂空间的裂痕，如同破碎的镜面，反射出深邃而不可测的黑暗。但是这黑暗中没有魔气众神奇强者的视线也恢复了正常。当他们抬起头看向上空的战场时，大地之角和灭神副府主的身影则是彻底的消散在了这片天地间，被永远的封印在了大阵的深处。这一次的生死大战之后的疲惫感如潮水般涌来，众神奇强者仿佛瞬间失去了所有力气，纷纷瘫倒在地面之上。他们的呼吸沉重而深长，每一次吐气都像是在摆脱灵魂深处的重负那些争夺者。因此这一次大地之角的变故，现在感到了劫后余生的庆幸，不然的话他们恐怕真的已经陨落此处了。现在诸多争夺者看着炎鬼王，眼神中充满了敬畏。这位来自神明界的神明三王之一，不仅力挽狂澜，更是成为了整个东周之地甚至其他各大洲的救世主。在他的全力庇护下，他们以及各大洲才得以逃离被大地之角毁灭的命运。虽然神明界是他们9大界神灵完全触及不到的神灵，可是这一次炎鬼王的强大却让得无数人对他充满着敬畏恭敬。毕竟他可是神明界中能够审判万魂之魄的审判之王，所有万魂来到神明界后都要经过炎鬼王的审判之后，有些魂魄才能够进行转世，也有些魂魄将会一直留在地狱中受到无尽的折磨和痛苦。眼前的那道救了他们的高大身影，虽然不是与他们一个纪元时期的神灵，但此时此刻他们如今能够活下来，都靠这位天古神灵的炎鬼王，那是9大界神灵都高不可攀的存在。此刻没有言语，没有动作，只有深深的呼吸声在战场上回荡。所有的争斗，所有的恐惧，所有的绝望，在这一刻都化为了虚无。只因那一位炎鬼王的身影，受伤的明九王的脸上也挂着胜利的喜悦。没想到这一次拯救危机的竟然是炎鬼。不过不管是谁能够解决了这次的危机，那么一切都是被世界所认可的天命之子，即便是炎鬼王也不例外。他其实也是一位天命之子。在如今的大纣中，看似大纣很和平，实则已经暗流涌动。特别是近期恶魔频频破风，这就是最好的见证。天命之子被世界认可，但不限其数量。而在这些众多的天命之子中，直到最后脱颖而出的那一位，便是大纣所认可的纪元之子。一旦纪元之子诞生，那么整个大纣也将会彻底的发生大改变，同时这纪元之子也将会是扭转乾坤，平定一切动乱。这一次多亏炎鬼王前辈出手，不仅拯救了圣花殿，还拯救了整个东周之地的无数神灵，在此我圣花子感激不尽。圣花殿殿主的身影出现在炎鬼王的身前，然后直接跪地朝拜，以表示自己对炎鬼王的感谢。圣花殿主不必这般客气，不管换作是谁，都不会让这恶魔出来危害世间。这一切我所做的也都是应该。如今的大纣已经不再是天古纪元时期的大纣，在大道沉寂之下，你们能够触及领悟自身所修的道法，已经是证明了你们的天赋，而且不惜牺牲自身的道法对抗强敌，这等勇敢已经是少见了。对于圣花殿殿主的这样做法，倒是有些让炎鬼王感到欣慰。圣花殿殿主被炎鬼王一句夸赞之后，脸上也都不自觉地带着一抹无比真诚的笑容。他作为东周之地的主宰，差点整个东周之地以及无数神灵要毁在自己的手上。如今炎鬼王出手平息了这一场灾难，无数神灵都对他恭敬的跪拜。为了能够与神明界这样的庞然大物搞好关系，其余的3大超神巅峰势力之主也一一出现在了炎鬼王的身前，开始介绍自己，那语气也是相当的恭敬无比。但是当听到神罗殿，炎鬼王的表情倒是有些微妙的变化，因为在神罗殿殿主的身上，他感受了一股非常微弱的熟悉本源能量。这位神罗殿主体内似乎有着一股来自神界域中的血脉本源，虽然现在很微弱，但是一旦被激活，那么那股血脉本源力量无疑是绝对的可怕。看来这神罗殿主的身份难道是……炎鬼王打量着神罗殿主的身躯，心中喃喃自语了起来。被炎鬼王全神贯注的这么盯着自己看，神罗殿殿主倒是一动都不敢动，因为有一道无形的威压正笼罩着他。这位炎鬼王乃是将大地之角以及灭神副府主都能够击败的天古神灵，
他哪是对方的对手？不过这股无形的威压好像是针对自己一个人的，这又是什么情况？难道颜鬼王想要除掉自己？但是自己与他素不相识，对方干嘛要除掉自己？神罗殿殿主的身躯都开始带着微颤，本来想要前来与颜鬼王搞好关系，结果怕是要将自己的命给赔进去了。就在神罗殿殿主以为自己即将要死透的时候，颜鬼王的那一股无形威压突然的烟消云散，然后一道低沉之声传入神罗殿殿主的耳朵之中。你体内的血脉似乎很特殊，让我感到有些熟悉，但并不确定你这股血脉是不是与我想的那股本源有关。如果你也想要知道更加详细关于自己的身世信息，日后我也会前往一趟神罗殿，看看这股血脉本源是否是我所想的那一道本源。这句话入耳后，神罗殿殿主的身躯猛地一颤，自己的身世？我有什么身世？我不就是神罗殿殿主吗？神罗殿殿主被颜鬼王这一句话给弄得有些疑惑了，还有什么自己的神脉本源？这一切都像是做梦一样。不过在颜鬼王口中所处的话，却又让自己不得不相信真的有这么一回事。颜鬼王前辈，我的身世是什么？您刚刚说的神脉本源又是怎么回事？此时的神罗殿殿主有些摸不着头脑，当即询问道。但是颜鬼王并没有告知他更多关于身世和神脉本源的信息，然后就和他说了一句：日后我会亲自前往你的神罗殿探探究竟。既然颜鬼王不想现在告知自己有关自己身世的信息，那么神罗殿殿主也并没有追问下去。既然对方不说，也有不说的道理。不过他自己也非常的好奇，自己的身世究竟是什么。刚刚颜鬼王与神罗殿殿主的一番对话，明九王自然也看在眼里。他的身影在脚步迈出的那一瞬间，已经不知在何时出现在了颜鬼王的身边。道：颜鬼，你是发现了什么？如果身世验证成功，或许让我找到了那一族的神脉本源。颜鬼王淡淡的道。那一族？明九王的脑海如同在翻阅记忆的书本，仿佛要去找寻一个答案。很快他便是想到了什么事情，脸上的表情立马大变，震惊的惊呼道：难道是那一族？颜鬼王的嘴角勾起一抹弧度，并没有回答，但他却是微微的点点头，表示了明九王所想的事情与自己想的事情是一样的。如果真的是那一族的神脉本源，看来这件事情需要立马告知司神大人。明九王在此刻表情异常的严肃和认真，颜鬼王也不例外。对于这个神脉本源可是极其重大的发现，见过明九王前辈。颜鬼王前辈。此时萧炎、林动牧尘等人来到了明九王他们的面前，对着他们二人深深的鞠躬。这一次要不是他们出现，他们三人恐怕都要死在这里了。萧炎、小友，你们的战斗非常精彩，能够以八重天卫神的修为硬抗半道神的对手，你们的天赋当真是难得一见，难怪就连元尊他对你们都有着极高的评价。明九王见到萧炎他们后，脸上的严肃之色被一抹微笑所代替。萧炎的天赋，明九王可不是第一次见识过，当初在无量神渊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过萧炎那可怕的战斗力，并且除了萧炎之外，眼前的灵动牧尘也同样如此。明九，这三位就是那无上的传承者吗？颜鬼王的目光又开始打量起他们三人来，仅仅一道目光投射在他们的三人身上，就感觉有一股审判的气息从如他们的体内游走。而颜鬼王从目光中看到了萧炎、灵动牧尘体内宛如无底洞，根本无法探测出他们未来的高点在哪，这倒是连颜鬼王都感到惊讶。自己的审判之力可是能够看清楚一个魂魄的一切，然而现在却是无法从中找到确定性的信息。无上的传承者果然不一般，这是颜鬼王对萧炎、灵动牧尘三人的赞赏。虽然他们体内拥有着强大的一股力量，可是至于能不能够彻底的成为无上的传承也是未知数。但至少如今的大咒中出现了无上的传承者，那么这也是大咒的演变。在明九王和颜鬼王与萧炎他们交谈了片刻，既然已经成功的封印住了大地之角，他们此次出来的任务也已经完成，而且他们还要回去汇报一些事情给那位司神。萧炎、小友，我们先回去了，你们继续你们的万界圣子争夺战，希望你们三位无上的传承者能够成为最后的万界圣子。明九王对着萧炎、灵动牧尘三人微微一笑，其实他已经知道最后三名的万界圣子是谁，但并没有说出来，毕竟只有自己争夺出来的答案才是最实际的。明九王和颜鬼王与他们告别后，两道身影消失在了原地，随后天空中那团雷云上滚滚涌起，一艘巨大的方舟发出一道混沌之声，一股无形的能量自方舟内爆发，这股力量的出现瞬间撕裂开这里的空间，然后形成了巨型的超级虫洞，最后这艘巨大的方舟唰的一声快速的驶入了虫洞中。那巨大的虫洞伴随着方舟的驶入，那团雷云彻底的消失在这万界圣子之地的虚空中。神奇强者目送神明三王的明九王和颜鬼王，而只留下了参与万界圣子争夺者。三位店主，你们还请回去吧，万界圣子争夺战还没结束呢。圣花殿殿主则是拱手示意的说道，后者们自然知晓万界圣子争夺战的规则，也没有多说什么，直接一挥手，一股强大的神力
呼啸而出，他们眼前的空间立马扭曲，形成了一道小虫洞。旋即他们三人一同迈出步伐，进入其中。诸多争夺者看到三位超神巅峰势力之主离开之后，他们的情绪也逐渐的恢复，进入争夺者的紧张氛围中。如今在萧炎、林动、沐尘三人看来，万界圣子3个名额应该是属于他们三人无疑了。当然也有一些争夺者不会放弃这样的万界圣子名额，毕竟这是他们突破天位桎梏最佳的机缘，所以即便是见识到了萧炎、林动、沐尘刚刚所施展的强大力量，也不会放弃。萧炎、林动、沐尘三人的目光开始扫荡剩下来的争夺者，在萧炎他们这一眼的扫荡之下，那些争夺者只感觉背后一凉，这就是萧炎、林动、沐尘所带给他们的压迫感。而且其中那些争夺者的实力也都达到了9重天位神的层次，可是如今这层次似乎对于他们三人来说简直可以轻松拿捏。当然还有几位神蛟也是如此，他们虽然都很强大，可是萧炎、林动、沐尘的实力更强，导致罗峰以及圣瑶都有想放弃的念头。可是一股不服输的勇气在他们的心头缠绕着，他们也是握紧手中的圣灵器，准备迎接最后万界圣子名额的最终争夺。